中原普渡，家家户户都在忙进忙出，大摆三牲四果，烧一叠叠的金子。但今天我要问一句听起来有点得罪人的话：如果你过世的亲人早就已经功德圆满，喝了那碗孟婆汤，投胎去重新做人了，那我们摆这一大桌子到底在拜谁？很多朋友只要一梦见刚走的亲人，或者家里稍微有点怪动静，就吓得整夜不敢睡觉，心里直发毛。大家生怕是哪里没拜对，惹老人家不高兴，招来霉运。各位，你们越怕，家里的磁场就越乱。这种心里没底，其实才是折磨我们活人最大的心病。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要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看懂影片里这4个铁证如山的告别信号，你不仅能彻底放下心里的恐惧，还能学到用最正确的方式把家里的磁场养好，为逝去的亲人送上祝福，也为留下的子孙积攒深厚的福气，让家运一路旺到底。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先把这部影片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这就好比是我们家里的一颗定心丸，以后要是心里没底，遇到怪事七上八下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看一看，保准你每一次的祭拜都能真正把福气留给家人。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全家安康，不仅能帮你化解心中的疙瘩，更能真正做到把好风水留在自己家里。话再说回来，为什么很多人一遇到亲人过世，家里常有些奇怪动静，甚至把人吓破胆？这完全是因为大家对死亡不了解。人对死亡最大的恐惧正是来自未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人刚断气后到底是什么状态。佛法讲人死后到投胎之间叫中阴身，白话一点讲，就好比身上的旧衣服脱掉了，新衣服还没拿到手，光着身子在风里挨冻，极度缺乏安全感。亲人刚走，神识脱离肉体飘在半空，看到全家人围着哭，他跑去拉你的手却抓了空，扯着嗓子大喊：我没死，你们却根本听不见。更要紧的是，生前肉体有阻隔，断气后神识的觉知力是生前的整整9倍。阴阳看似相隔，但在灵性层面没有空间距离，彼此连着一根看不见的隐形电话线。活人就像发射台，心里的悲伤、思念甚至微小的念头发散出去，在中阴身听来都如雷贯耳。刚办完丧事，家里的响动正是彼此情绪与磁场搅和在一起的感应。很多人觉得孟婆汤让人忘却前尘，太残忍，大错特错。这是天地间最大的慈悲。你想想看，若带着9倍灵敏的记忆，背着房产债务和儿女牵挂的重担，他怎么在生死苦海里游得动去投胎？孟婆汤就是电脑死机时的强制重启键，彻底格式化垃圾文件，才能换上新系统。喝下这碗汤，旧身份注销，隐形电话线切断，旧频道自然就拨不通了。那怎么才能知道他是否已完成重启，切断信号去投胎了？不用乱找神婆问，答案其实就在你家里。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这4个铁证如山的信号。这4大征兆里的第一个，最常见，大家体会也最深，但也最容易让活着的家属日思夜想、胡思乱想，那就是做梦。大家回忆一下，或者去问问身边经历过丧亲之痛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家里的老人、亲属刚走的那几天，或者头1-2个月，那是天天梦见了。
而且这个梦往往让人醒过来以后，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憋屈。有的是梦见亲人回到家里，坐在平常用的餐桌旁，也不说话，就直勾勾地盯着你。有的是梦见亲人待在一个黑漆漆、冷冰冰的地方，浑身湿漉漉的，一直寒冷。还有的更直接，梦里亲人伸着干枯的手，跟你哭诉说自己没钱花、没衣服穿，甚至怪你不管他。有的人梦醒了以后，枕头全都是湿的，那种真实感，就像他刚刚真的趴在你的耳边哭诉过一样。这个时候，很多孝子贤孙就会跑来问我：老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我妈在给我托梦啊？她是不是在那边过得不好，受人欺负了？我是不是得多给她烧点金纸，烧点纸扎的别墅过去啊？对的，大部分时候这就叫感应，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你们之间的那根隐形电话线连通了，因为他的神识还没有走远，还处在那个中阴身的迷茫期和痛苦期，他心里记挂着你，或者他身体四大分解时的那种痛苦记忆还没有消散，他的电波跟你的频道恰好是对接的，他在那边挨冻受饿，电波传过来，你在这边就跟着做噩梦。但是大家注意听了，重点在后面。如果你们家里或者你自己的梦境里出现了下面这种梦境的质变，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自经历过的真事。在台中有一家开建材行的林老板，他是出了名的孝子。前几年老父亲因疾病突然离世，一句遗言都没交代，林老板受不了打击，哭得死去活来。老父亲走后的前3个礼拜，林老板天天做噩梦，他梦见父亲骨瘦如柴，缩在四面漏着黑水的破庙里发抖，伸着手哭喊：阿明啊，我好冷，这水泡得我好痛，你带我回家好不好？林老板每次都哭着惊醒，白天做生意精神恍惚，险些签错几百万的合约破大财。他急得四处拜拜，一车车地烧金纸，但每晚依旧梦见父亲在破庙求救。后来他请教了一位懂行的老师傅，师傅叹气说：你烧再多金纸也没用，他正处在中阴身的苦境里，你烧的纸钱根本收不到，这是缘木求鱼。林老板急得下跪求救，师父指点他，把你准备大摆流水席的钱全退掉，全家开始吃全素，把省下的钱拿去印经书，布施给穷人，每晚全家念佛，把这份干净的功德回向给父亲，这才是实打实的过路费。林老板顶住亲友嘲笑的压力，照做不误。奇迹就发生在满7那天晚上，他累得在沙发上睡着，梦境竟发生了质变，场景不再是阴冷破庙，而是个阳光普照的传统大宅院。老父亲穿着体面的绸缎衣服，脸色红润，老人家没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接着指了指门外一道温暖明亮的强光，转身大步走进光里，头也没回，走得极其洒脱。林老板醒来后没哭，反而觉得压在胸口的石头消失了，非常轻松。从那天起，好几年过去，他再也没梦过老父亲，一次都没有。一开始林老板心里还有点纳闷，跑来问我：老师啊，我是不是把我爸给忘了，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惹他生气了？为什么他再也不来梦里看我了？是不是他在那边出什么事，连托梦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听完哈哈大笑，指着他说：“你这是糊涂！我恭喜你啊，这是天大的吉兆，你哭丧着脸干什么？大家一定要晓得，从纠缠讨债、痛苦求救的噩梦，变成面带微笑步入强光，从此再无音讯的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已经完完全全接受到了你们布施和吃素的功德，他的业障消除了，他放下了对这个世间、对你这个儿子的最后一丝牵挂。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梦不到才是真正的安息。你们用常人逻辑仔细想想这个理。佛法讲六道轮回，如果他功德圆满，投胎去了人道，他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刚刚出生，正在娘胎里或者小床上哇哇大哭，他前世的记忆已经被新的肉身封印住了，他的旧频道已经彻底注销了，他怎么可能还能用前世你老爸的那个形象跨过界限来给你托梦？这不是乱套了吗？如果他大善大德，升天了，天上一日，人间百年，人家在那边听法享福，哪里有空天天跑回到你这个乱七八糟的梦里来诉苦？哪怕他是去了其他不好的地方，只要他一旦受了报，有了新的形体，那个旧的中阴身电波也就发送不出来了。所以梦境的质变或者梦境的彻底消失，这就代表着交接手续完成了。就像你给一个老朋友打电话，以前一打就通，还能听到他在那边抱怨生活多苦，现在打过去，语音提示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为什么是空号？因为他换号码了，他开启新的生命旅程了。这听起来可能让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有点心酸，有点失落，觉得亲人真的彻底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从大道的究竟意义来看，这是绝对值得庆幸，值得放鞭炮庆祝的事情。这说明他没有变成孤魂野鬼在阳间游荡，说明他没有执着在这个破房子里不肯走。所以如果你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下次如果发现再也梦不到刚走不久的亲人了，千万不要哭着喊着去求神问卜，求他来入梦，你那是自私。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看来您是真的放下了，真的去往新天地了。那做子女的就放心了。祝您新的一生平安喜乐。讲完了梦境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现实生活中大家每天都能看得到摸得着的地方，那就是你家里的供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征兆。很多朋友家里都供着祖先牌位，特别是刚办完丧事的那段时间，灵堂还没撤或者刚合炉不久，这供桌上的香火是绝对不能断的。这个时候家里人的神经绷得最紧，供桌上发生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把一家老小吓得半死。这第二个征兆往往就发生在这个供桌上，它表现出来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会让你受到巨大的惊吓，而另一种则会让你感到无比的祥和与圆满。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让大家吓破胆的惊吓信号。我见过太多这种怪事了，经常有信徒跑来找我，脸都吓白了，说老师啊，不得了了，我们家好好的祖先牌位，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没飞过去，他突然啪的一声，自己就倒了。还有的更夸张，说供桌上的香炉好端端的，突然咔啦一声脆响，从中间齐刷刷的裂开了一条大缝。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是什么反应？绝对是吓得双腿发软，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磕头了，一边磕头一边哭。哎呀，阿公发火了，
是不是我们哪里拜得不对，得罪老人家了？还是家里要出什么大灾大难了？老人家在显灵警告我们我在这里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从风水学和气场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根本不是什么老人家发脾气，这在灵性科学上叫做退租，是他要搬家的信号。你们仔细听我把这个理讲透，这天地万物都是有气的。刚过世的亲人，我们给他立牌位，那是用全家人的心念和仪式，把他的神识请到了这块木牌上。只要他的灵体还在接受你们的香火供养，这个牌位上就会聚着一股非常强的气。这股气吸附在木牌和香炉上，它会产生一种微妙的物理平衡，就像磁铁吸着铁屑一样，有一股能量在撑着它。所以你们如果去搬动有些老宅里的牌位，会觉得明明是块木头，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但是一旦这位亲人功德圆满，喝了孟婆汤去投胎了，他的神识彻底离开了这个空间，这股气就散了。气一散，物理支撑力瞬间就没了，原本吸附得很紧密的能量场突然被撤掉，平衡被打破了，牌位自然而然就可能会失去重心倒下。香炉也是一样的道理，气场突变引发了局部的热胀冷缩或者能量冲击，香炉就会承受不住，出现裂纹。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一栋老房子，只要里面还有人住，有人气在里面撑着，这房子几十年都不容易坏。可是只要人一搬走，空在那里没多久，这房子很快就开始漏雨、掉瓦、生白蚁了，对不对？就是这个理。我给你们讲个高雄左营那边的正事。左营有个大家族，非常传统。前几年家里的大家长阿公过世了，这家人很孝顺，后事办得非常隆重。结果就在做3期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正围在供桌前念经，当晚没风没雨，门窗都关着。突然供桌上那块厚重的红木祖先牌位啪的一声闷响，直接面朝下砸在了桌子上。紧接着咔的一声，阿公那个专用的铜香炉竟然从正中间裂开了一道2公分宽的缝，里面的香灰洒了一桌子。大儿子一看，当时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儿媳妇更是吓得哭了起来，直拍大腿。完了完了，阿公显灵发脾气了，是不是我们家下半年的生意要黄了？一家人乱成一锅粥。大半夜跑去敲一位懂行的老师傅的门，求师傅去家里看看是不是有煞气。那老师傅到了现场，拿起裂开的香炉看了看，又摸了摸倒下的牌位，突然哈哈大笑，转过头对大儿子说：“你们哭什么？赶快去买鞭炮来放！恭喜你们你阿公已经正式从地府的旅馆退房了，人家交接手续办完了，去好地方投胎做人了。”大家听懂了吗？家里牌位倒塌，香炉裂开异象，通常就是代表房客搬走了。地府那边的名册已经把他的名字勾掉了，他有了新的肉身，再也不需要住在这个冷冰冰的牌位里吸食人间的香火了。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去请什么神婆来乱搞，你应该恭恭敬敬地把牌位扶起来，拿一块干净的黄布擦干净，换上一炷清香，在心里高高兴兴地对他说：“既然您已经不住在这里了，那就干干净净地走吧。这个牌位以后就是我们缅怀您的一个纪念品了。”讲完了这种动作比较大，容易让人受到惊吓的信号，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极度祥和的圆满信号。
大家都知道中元普渡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在7月半祭拜祖先的时候，如果祖先已经准备好要去投胎，或者即将深入天道等善道，他们往往不会搞出那种牌位倒塌的大动静来吓唬子孙，他们会用一种非常优雅、非常圆满的方式来跟你们做最后的道别。这种优雅的方式，就是供桌上的香灰打卷和灯火纯金。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以后拜拜的时候要留心观察。如果你在祭拜的时候发现今天这炷香烧得特别平顺，不仅平顺，那个香灰烧了很长很长的一截，竟然直挺挺地不往下掉，反而顺着一个方向慢慢地卷曲起来，最后卷成了一个完整无缺的圆环状。在我们老一辈的讲法里，这就叫做香火圆满。与此同时，你再看看供桌上点的那对长明灯，或者是你点的那对红蜡烛，明明屋子里有空气流动，甚至有人从旁边走过去带起了一阵微风，但是那个火苗竟然纹丝不动，稳如泰山。而且火苗的颜色绝对不是那种昏暗的发红，甚至发青的颜色，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纯净、非常明亮、非常耀眼的纯金色。这代表着什么？这在佛教里叫做定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神识现在非常非常的安定，没有恐惧，没有怨恨，没有执念，香灰自然卷成圆环，代表着功德圆满，轮回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这说明祖先已经圆满地接受到了你们在这个世间供养他的最后一份功德，他生前的所有遗憾在这一刻都已经补齐了。而那个纯金色的不摇晃的火苗，就在告诉你，他已经不再需要吸食人间的烟火气来维持他那虚弱的能量了。他现在充满了光明，他正沐浴在清净的光芒中，正式启程，走向新生。这两种征兆，不管是让你吓一跳的香炉退位，还是让你觉得祥和的香火圆满，其实都在向我们活人揭示同一个宇宙真相。他已经不再依赖这方小小的工作了，他把在这个世间最后的祝福留在了那个香环上，留在了那盏明灯里，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身去了他该去的新世界。这个时候，你看着那卷曲的香灰和纯金的灯火，你心里还害怕什么呢？你还悲伤什么呢？你应该觉得法喜充满，你应该双手合十，真诚地为他感到高兴。刚才我们讲了梦境，也讲了供桌，但那毕竟还是局部的现象。当一个亲人真正功德圆满，彻底放下世间的情执，去投胎转世的时候，他留给你们的信号，绝对不仅仅局限在那一方小小的供桌上，或者虚无缥缈的梦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第三大征兆，它会真真实实的弥漫在你家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你们家养的猫猫狗狗，连阳台上的盆栽，都会给你最直接、最不可思议的反馈。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家宅磁场的转阴为阳。我们先来聊聊家里的活物。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养宠物，养狗的、养猫的特别多。我们老一辈人常说一句话：猫眼见鬼，狗眼看煞。很多年轻人听了撇撇嘴，觉得老人家又在胡说八道。我今天要在这里给你们正本清源，这不仅不是迷信，这恰恰是非常高深的生物学和生命科学。动物的身体构造
跟我们人类是截然不同的。动物大脑里的松果体并没有像现代人类那样完全退化，它们的听觉、视觉光谱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的局限。它们能听到我们根本听不到的次声波，能看到我们肉眼完全捕捉不到的能量场。这就好比蝙蝠能在黑夜里靠超声波抓虫子，蛇能靠热成像找老鼠一样。这是大自然的铁律。当亲人刚过世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的中阴身还在家里徘徊，他带着生前对死亡的恐惧，带着肉体衰败时的痛苦，以及对这个家的牵挂，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阴气，笼罩在你们的屋子里。这个时候，屋子里的磁场是极度混乱的。我们活人可能只是觉得这几天心里有点发毛，觉得屋子里有点闷闷的，但是家里的猫狗呢，它们是直接看得到，清清楚楚感受得到的。我给你们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真事。南部有个阿嬷，生前最疼爱家里收养的一只三花猫，一人一猫形影不离。后来阿嬷因为疾病过世，走得很痛苦，家里人把她接回家办了后事。阿嬷刚走的那1个月里，家里发生了一系列怪事。平时温顺的猫像受了巨大惊吓，缩在沙发深处不肯出来。夜里它常发出婴儿哭般的凄厉惨叫。大儿子拿手电筒去看，发现猫对着阿嬷的空房间杂毛弓背，浑身发抖，眼珠还跟着半空慢慢移动，就像盯着走来走去的人。紧接着，刚上幼稚园的小孙子反复发低烧，诊所查不出病，一到夜里就烧和哭闹。那段时间，哪怕外面艳阳高照，一进家门就觉得有一股透骨的阴冷，屋里感觉沉闷压抑，家人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吵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阿嬷的执念太重，她在中阴身的痛苦和牵挂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负面磁场。这种阴性磁场会无意识地拉扯消耗活人的阳气，阳气被大量消耗了，小孩当然生病，动物自然吓得半死。但是大家注意听，只要老人家那一念放下了，只要那碗孟婆汤一喝，这一切就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1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奇迹发生了。大儿子拉开窗帘愣住了，阴冷沉闷的旧屋子一下子变得通风明亮，角落的阴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轻松的暖意。一低头，那只躲了1个月的猫竟跳上阿嬷最爱的摇椅，四脚朝天，翻着肚子，睡得极其香甜，还打着呼噜。紧接着，儿媳跑出来高兴地说：“小宝退烧了，吵着要吃稀饭。”大儿子走到阳台一看，阿嬷那盆快枯死的发财树，竟在一夜之间爆出了10几片鲜艳翠绿的新芽。我们老祖宗管这叫什么？这就叫枯木逢春啊！大家说，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警报解除了。动物是最势利、最真实的，也是对能量场最敏感的。哪里磁场舒服，哪里安全，他们就往哪里钻。如果那个摇椅旁边还站着带有阴气的中阴身，他躲都来不及，怎么敢翻着肚皮睡觉？当你发现家里原本焦躁恐惧的宠物，突然变得极度安静踏实；当你发现原本阴冷的屋子，突然变得温暖通透；当你发现家里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断牙式的好转，连植物都开始抽新芽的时候，这就是天地宇宙在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你，家里的阴性能量已经彻底撤走，亲人
已经放下了最后的执念，去往新生了，这才是真正的恩德。你要明白，亲人的离去绝对不应该成为拖垮一个家庭的诅咒。当他们功德圆满的离开时，他们不再拉扯后代的磁场，不再消耗家里的能量，而是把一个干干净净、清透无比、充满生机的阳宅完完整整的留给了你们。这留下的就是庇佑子孙的福报。当你感受到家里这种转阴为阳的巨大变化时，你不要再去纠结它到底在哪，你只要在心里默默的感恩，感谢老人家留给这个家最后的馈赠。既然家里的磁场干净了，那么在这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还能不能捕捉到他们转世重生的蛛丝马迹呢？接下来我要带大家进入一个更加奇妙也更加震撼的领域，去看看天地之间隐藏的数字天机，以及那种让人想流泪的奇妙重逢。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大征兆，天地磁场的共振与天机契合。我们很多人受西方唯物主义的影响太深，总觉得人死了就是一把灰，什么都没了，或者受了一些民间鬼神小说的惊吓，觉得人死了就一定是变成青面獠牙的鬼，跟在活人后面讨债。这都是非常狭隘的偏见。大家要明白，佛法讲轮回，易经讲生生不息。当一个亲人喝了孟婆汤，彻底放下了对人世间的情执怨恨，去往善道或者投胎转世之后，他那个旧的神识并不是凭空消失的，而是化为了宇宙当中一股极其纯净的能量。这股能量没有杂质，没有阴气。在你特别思念他的某一个特定节点，比如马上要到的中元普渡，或者是他的忌日、百日，你的心里发出了强烈的思念电波，而他那股已经获得新生的纯净能量，就会在浩瀚的宇宙磁场中跟你产生一瞬间的共振。这种共振，易经里叫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表现出来的形式往往就是一些极其不可思议的巧合。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案例。台北有个做会计的雅婷，从小跟单亲爸爸相依为命，父女感情极深，老父亲辛苦一辈子，前些年因癌症受尽折磨离世。雅婷是个孝女，总觉得父亲走得痛苦，心里充满愧疚，整天以泪洗面，迟迟走不出来。父亲过世的第100天，也是民间极其重要的百日，恰好碰上了传统农民历上非常难得的天赦日。这是天地宇宙间能量最强、赦免罪业的黄道吉日，做功德的效果能成倍放大。一大早，雅婷带着父亲生前最爱的点心，去香火鼎盛的大庙帮父亲点灯、添香油钱，准备把消除业障的大功德回向给老人家。庙里人山人海，轮到他时，他拿出现金供了一盏光明灯，又随喜添了一笔香油钱。志工师姐递给他收据，雅婷低头一看上面的总金额，瞬间像被雷击中一般呆立原地，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那个金额竟是430825，这个数字对别人毫无意义，对雅婷却是刻骨铭心，因为他父亲正是民国43年8月25日出生的。在天赦日这天，他随手凑出的数字竟1分不差成了父亲的生辰。很多人也许会害怕是鬼魂跟着，但大庙有金刚护法，阴气根本进不去。
雅婷没害怕，心里只觉得极其温暖。然而更震撼的还在后面。雅婷擦干眼泪走出庙门，正准备牵机车时，忽然听到旁边树下有个素不相识的阿伯，正笑着教训掉冰淇淋的小孙女。他用浓浓的南部口音乐呵呵地说：傻孩子，哭什么啦？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啦。听到这句话，雅婷再也绷不住了，蹲在路边嚎啕大哭。因为这句话连同那语气与老父亲生前最爱用来安慰他的口头禅一模一样。各位朋友，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在天赦日做功德，遇到代表父亲生辰的数字，紧接着又从一个陌生人嘴里听到父亲专属的安慰，这不是见鬼，这绝对不是什么灵异事件，这就是宇宙磁场在产生共振。当雅婷在天赦日发出了最真诚的孝心和思念时，他父亲那股已经投胎转世，化为纯净能量的生命之光，在天地间接收到了女儿的这份爱。天地万物是有灵的，宇宙在替他父亲用这种最温柔最奇妙的方式轻轻地拍了拍雅婷的肩膀。这段奇妙的遭遇就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雅婷：儿啊，爸爸已经收到了你的功德，爸爸现在没有病痛了，过得很好，你不用再自责，不用再伤心了，你要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天塌下来，爸爸在天上的福报依然会护着你。你们看，梦境不再讨债了，供桌上的香火圆满了，家里的猫狗它死了，现在连天地都在用奇妙的数字和陌生人的嘴来给你报平安了。这四大征兆，哪一个不是充满了温情？哪一个不是在教我们活人要懂得放下亲人的离去？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次长途的移民。他这辈子的功课做完了，行李收拾好了，他已经顺利到达了大洋彼岸，开始了属于他的全新生活。我们这些还留在原地，还要继续过日子的活人，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祝福，是替他高兴，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让他在这边留下的血脉继续发光发热。但是偏偏有很多人不懂这个大道至简的理，在亲人刚走的时候，或者在办丧事做普渡的时候，做尽了糊涂事，硬生生的把本来已经看到强光准备去好人家投胎的亲人给一把拽进了地狱。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狠狠骂醒你们的地方。我们马上来谈谈丧葬和祭祀里面最可怕的、最折损阴德的两大致命大忌。这第一大糊涂，也是绝大多数台湾家庭最容易犯的错，杀生待客，大操大办。你们看现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办丧事排场多大，封路搭棚，请电子花车。最造孽的是大摆流水席，杀猪宰羊，亲朋好友划拳喝酒，吃得满嘴流油。这哪里是在尽孝，分明是在给刚过世的亲人下毒。人刚死时，罪福未定，就像站在悬崖边，这个时候你为了面子，以他的名义杀鸡宰鱼，你以为这血债算在出钱的儿子头上，大错特错。地府账本上，这笔血债全结结实实记在死者头上，因为杀戮因他而起，他本来没造大恶，轻松能升天，结果你大杀特杀，直接给他加了千斤重担，冤亲债主死死拽着他喊：你子孙杀我们祭奠，
这血债得找你算。这硬生生把亲人从半空的强光里拽下地狱受苦，你说这是孝顺吗？是把他往火坑里推。讲个南部海产店老板的真实故事。老父亲过世，哥哥们觉得爸生前有头有脸，丧事必须风光，电子花车10台，海鲜流水席50桌，不然面子往哪摆？但平时听经闻法的小女儿在灵堂大哭死然，爸生前杀业够重了，你们还要大杀特杀，是要让爸下地狱呀！哥哥们骂他不懂事，小女儿顶着全家骂名，没出1分钱流水席，自掏腰包办了纯素告别式。他还把省下的几十万丧葬费以父亲名义捐给偏乡盖的图书馆，结果不到半年，能量转化定律应验了。坚持大摆海鲜流水席的哥哥们，投资被骗，差点破产，家里鸡飞狗跳。而顶着骂名的小女儿，店面生意越来越火，在一次连环车祸中，车子奇迹般只擦破点皮，人毫发无伤。你们以为这是运气？这是老天长眼。小女儿用清净善念帮父亲挡住了杀业，把功德打到了父亲阴间账户。父亲化解业障去了善道，多出来的福报像回力镖，原路返回到女儿身上，成了她避开灾祸的镇宅福分。所以记住我的话，办丧事千万不要杀生。你要真孝顺，就全家吃素，拿那些钱去印经书，去救济穷人，这才是实打实的功德。讲完了杀生，我们再来重点讲讲第2大糊涂，这也是绝大多数做子女的都会犯的错，那就是在遗体旁嚎啕大哭，死死纠缠。很多人觉得父母走了，如果不哭得惊天动地，别人就会说我是没良心。于是在医院或灵堂里，子女扑在棺材上，拉着长辈的手拼命摇晃。妈呀，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啊？旁人看了还跟着抹泪，夸孩子真孝顺。我告诉你们，这简直是拿刀子在割亲人的肉。我们要讲心性科学，中阴身极度敏感，觉知力是生前的9倍。他刚离开肉体，就像剥了壳的鸡蛋，毫无保护，神识飘忽恐惧，正要在无边黑暗中寻找接引的光。此时你们之间连着隐形电话线，你的心念就是他唯一的指路明灯。如果你镇定，在心里默念佛号，给他最温暖的祝福，他顺着安定的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路。可是你若嚎啕大哭，这撕心裂肺的悲伤顺着电话线传过去，在他们的境界就成了狂风暴雨和轰隆雷声。本来就害怕，被这一吓魂都散了。更可怕的是情执，他本已看到远处强光，准备过去，你一哭喊，这巨大的情执就像冰冷铁链死死锁住他的脚踝。他心软一想，儿子这么痛苦，我不走了。各位，这念头一起，完了，轮回与善道的门关上了，错过了最佳投胎时机，最后因执着这个家，可能就变成了守尸鬼或游魂。这哪里是爱？这是极度自私。这就好比孩子拿到哈佛全额奖学金，马上要出国深造，这是天大好事。结果当妈的到了机场安检口，突然情绪失控，死抱孩子大腿哭天抢地，儿啊别走，妈舍不得你，甚至把登机证撕烂了。最后飞机飞走，孩子只能蹲在机场跟你一起哭。你觉得这是爱吗？这是在毁他的前途。生死也是同理。
死亡是一次远行，他这辈子功课做完，要去受更好的报身。现在的哭闹就是机场失控的糊涂家长。你的眼泪在灵性世界变成了泥沼，让他拔不出脚，翅膀被打湿，飞不动。真正的孝子在亲人断气那刻，像大将军一样镇定，他会冷静要求全家不许出声，不许摇晃遗体，安静排队，双手合十，念佛铺出一条光明路。真爱他，就松开手，把眼泪吞进肚子，心里微笑对他说：去吧，家里有我，您放心走，祝下辈子的人生早证菩提。这才是大格局，这才是真孝顺。我今天坐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跟大家念叨了这么大半天，把生死的天机、上葬的规矩全都给你们捅破了。我是真的怕你们听的时候激动的直拍大腿，转头睡一觉，到了普渡拜拜的时候，该怎么糊涂又怎么糊涂。所以为了对你们这群老朋友负责，也为了你们那些已经往生或者正在中阴身徘徊的亲人负责，我现在就把今天讲的重点整理一遍，用最精炼的大白话再给你们快速复习。你们哪怕前面的全忘了，接下来的这几句话也必须给我牢牢记在心里。大家记住了，亲人走了，只要出现这4个信号，那就是人家功德圆满去望新生的铁证。第一，梦不到他了，或者梦见他面带微笑走向强光了，别哭，那是他换了频道，地府的户口注销了。第二，供桌上的牌位突然倒了，或者是香火烧得平顺达卷，灯火纯金，别怕，那是他不再吸食人间烟火，退租搬家了。第三，家里的猫猫狗狗不叫了，敢在屋子里翻肚皮睡觉了，你觉得房子通透了，别疑，那是家里的阴气撤走了，他不再拉扯你们了。第四，在特殊的日子做功德，碰上跟他有关的生辰数字，或者听到陌生的善意提醒，这叫天机契合，是天地宇宙在替他给你报平安。有了这4个征兆，千万记住那2个要命的禁忌，绝对不许在遗体前嚎啕大哭，死死纠缠，更不许为了面子去大摆流水席，杀猪宰羊。你的眼泪是拽他下恶道的铁链，你杀的生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血债。你要真孝顺，就全家吃素，念佛做功德。另外，中元普渡马上就到了，拜完以后，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祭祀的东西。我教你们2个救命的小妙招。家里香炉里多出来的香灰，千万别糊里糊涂倒进垃圾桶、臭水沟，那是承载过你们愿力和神灵气息的东西。如果香灰满了，你要用干净的红纸把它包起来，可以撒在干净的流动河水里，或者埋在深山大树底下的泥土里，这叫回归天地。还有，普渡过后外面好兄弟多，阴气比较重，你去买一点粗海盐，在你们家的大门口或者屋子的4个角落稍微撒上一小把。盐在风水里是至阳之物，能吸收阴气，净化磁场，把不干净的能量全送走，让家里重新恢复清透和明亮。好了，这最贴心的叮嘱讲完了。在这部影片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几句掏心肺的真心话。我经常碰到很多人大把地花钞票跑来找我算命看风水，一进门就问：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把祖先的骨灰
葬在哪个山头，哪个龙脉穴位，我们家才能发大财做大官呢？我每次听到这种话，心里都在叹气，甚至觉得可悲。世人都晓得花大钱去外面找风水，却根本不知道这世间最好最顶级的风水根本不在那冷冰冰的墓地里，而在哪里？就在你们这颗活生生的人心里面啊。你们用脑袋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长辈一走，几个兄弟姐妹为了争夺遗产打得头破血流，办丧事只是为了讲排场给外人看，平时自私自利，不干半点好事，你就是把祖先葬在全台湾最好的龙脉上，这个家能好得了吗？天道酬赋，因果不虚，老天爷会保佑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吗？反过来，如果我们做子孙的心存善念，懂得感恩，面对亲人的离去，我们能放下活人那种自私的占有欲，不再用眼泪去捆绑他，而是用最真诚最亲近的心去祝福他。你拿本来要大吃大喝的钱去帮助弱小，去行善积德，你这颗放下的心，这颗慈悲的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当你的心亮了，你住的房子，你待的环境，自然就变成了风水宝地。这就叫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生死不过就是一场漫长轮回里的一段缘分。生命就像是一所学校，他这辈子做你的父母，教你规矩，给你慈爱。现在他的学分修满了，他毕业了，去更好的地方报道了，而我们还要留在这所学校里，继续修我们自己的心。只要你多行善事，你每一次行善，宇宙间都有他的一份功德，这才是真正的大爱无疆，这才是生生世世切不断的羁绊。我今天费了这么多口舌，不是为了当什么网红，我是希望这盏智慧的灯能照亮你们心里的迷茫，让你们对生死少一分恐惧，多一分明白。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番话你听进去了，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我希望你能把这份善念传递下去。请大家现在就在留言区留下这10个字：全家安康，皆福纳祥，阿弥陀佛。让我们用这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成一股巨大的金色正能量场，把这份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逝去的亲人，愿他们都能得享新生，也回向给荧幕前善良的你们，愿你们家宅安宁，福慧双增。另外，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故事，你有没有过与亲人最后告别的神秘经历？有没有遇见过我今天讲的这4个征兆？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出来，也许你的故事就能点醒另一个还在迷茫中的人。好了，今天的天机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老道理听得进去，觉得受用，或者能解开你心里头的一些疙瘩，不妨顺手在荧幕下面按个订阅。我们这频道就像个老茶馆，以后还会慢慢跟大家聊更多天地间的大道和生活里的智慧。大家要是觉得我讲的还算中肯，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细水长流。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平安顺心。